终于把这口棺材挖出来了，看着值钱的很呐。哎呀，上好的石棺呐！哟，还有浮雕，这里面肯定有好东西。快把盖子推开！用点力啊！2个人都推不开盖子，没人吃饱饭啊！你怎么突然捏着嗓子说话？不是，我还想问你，怎么突然学小孩子说话呢？是你爷爷我在说话。鬼啊！睡一觉就过了100年，修为都生疏了。看来之前借反同术避开天劫，突破境界，已然成功。当你离家时，应了重孙的请求，待我归来的时候，要善待李家的后人，也是时候履行约定了。让我算算，后人在。祝业主出行平安。看门狗，赏你的。还个嘛就有小费，也挺好。哎，大哥，我这2天马上就发工资了啊，到时候一定还你。哎，好。哎，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您的宽限。李群同志，这里是市公安局，有个小孩自称是你的太爷爷，麻烦来认领一下。我放你娘的狗屁！我还是你太爷爷呢！找个小孩就冒充我太爷爷，现在这电诈都这么没脑子吗？爷爷，我今天又多挣5块钱小费，我厉害吧？等明天啊，我就拿着5块钱多买的纸钱烧给你啊！哦对，我今天还接到个诈骗电话，说有个小孩是我太爷爷，还让我去认领。你说他是不是骗鬼的？啊？是啊？李家后人亲戚。吾太爷离家千里寻反同之法，若有朝一日归家，后代子孙务必善待。电话里说的那个，不会真是我太爷爷吧？嘿，太爷爷。啊，太爷爷，您，这儿。你就住这儿？对啊。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再说了，我就一个人。太爷，您先坐，我给您找件衣服。童孙，你放心，你所托之事，我一直记着。还好当年没舍得扔。太爷爷，这是我小时候的衣服。衣服简陋了些，但穿着应该很舒服。这小孩吃的玩意儿，我不要。你不就是小孩子吗？那太爷爷，你等我一下，我去下个面。太爷爷，面好了，吃饭吧。
你没有荷包蛋吗？哦，我不爱吃蛋，您吃就行。手艺不错，跟谁学的？跟康师傅学的呗。爸妈离婚之后，就把我扔给爷爷了。没过几年，爷爷也走了，如今就剩我一个人了。没想到这才短短100年，李家就落魄成这样了。但这后代倒是心地善良。不过没事儿，现在太爷您回来了，我再努点力，多打几份工，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快吃啊，再不吃面都秃了。有我在，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嗯？这盒子里面的东西价值连城，就算把整个京城买下来都可以。太爷爷，你这盒子里能装那么多钱吗？那你自己打开看看。啊？就这么块破木头，能值几个钱啊？哼，你还真别小看这令牌。你爷爷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多亏这令牌救了他一命。这可是天下首屈一指的非钱行的令牌。非钱行，我好像听说过。哎，现在京城的云宝楼，它的前身好像就是非钱行。看来你还不算笨。就这块令牌能值几个钱啊？我打个电话问问。弟弟想通了，是不是不想努力了？姐姐我随时欢迎哦。那个学姐，我有正事要问你，你知道云宝楼的前身是什么吗？元宝楼的前身是前朝的非钱行，但前朝战火连天，新朝成立后，非钱行的人就改制成了云宝楼。怎么了？你问这个干什么？学姐，我给你发几张图片，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是真是假啊？过去了。这是非钱行的红木令。啊，学姐，你认识这个令牌？那当然了，非钱行的红木令在当时可是比免死金牌还金贵。据记载，谁持有此令，就可以以此令号令非钱行的所有人员为其所用。可是非钱行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云宝楼虽然继承其衣钵，但时过境迁，他们还认不认这前朝的古令，可就难说了。好吧，看来我还是没有这个富贵命啊。认不认令无关紧要，闭关前我在非钱行总号寄存了几十件古董，想来如今应该移交到了云宝楼，我们只需去取出1、2件变卖就行了。哎，弟弟，要不你跟你朋友来京城吧？云宝楼门槛高，寻常人根本进不去。怎么样？就当顺便来旅游2天。行，那我们现在买票过来。哇！学姐，我们到了。弟弟，你来了。你什么时候有了个儿子呀？你说错了，我是他太爷爷。啊？哎，这个事儿吧，说来话长，我回头给你解释。反正电话里的红木令还有古董全是他的。我勒个乖乖，这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弟弟，你这个太爷爷不简单啊！那太爷爷，您当年存放在云宝楼里的那些古董，大概价值多少？需要我帮忙联系拍卖行进行拍卖吗？没多少钱，一些小玩意儿吧，折合当时市价，大概也就几千万两银元吧。几千万两银元？银元？那现在起码价值几十亿啊！
李轩，原来你家底这么厚啊？那你之前还跟我哭穷？哎呀，你别听我太爷爷瞎说，我估计最多也就值个几万块吧。咱们先进去看看。走进去。哇！哎，这么多古董，就这么摆着卖啊？当然了，不过1楼的都是些价值相对普通的，真正的好东西还得送到我们家的拍卖行去上拍。江小姐，您怎么带了2个乡下人进来？他们都是我朋友啊，是，江小姐的朋友自然是我们云宝阁的贵客，请随意参观。喂，灵宝那个废物还活着没？天啊，他竟敢直呼董事长的名讳，这小孩什么来历？把这个拿给灵宝，告诉他我李东云来了。这是前朝飞钱行的红木令，请稍等，我立刻上去禀报董事长。林少，少夫人就在这里面。清场，跟我进去抓人。是。林少清场，无关人员速速离开。那咱们要不要走？不用，他是冲我来的。妈的，老子在醉仙楼等你3个小时，你却跑到这儿跟这个小白脸私会了。江雪岩，你他妈好大的胆子呀！啊！放开他！哎呀，你挺有种啊！告诉你，在京城，敢和老子作对的，你还是第1个。呀！贺总，大堂来了一个叫李东云的小孩，说是林董事长的老朋友。我爷爷都多大年纪了，哪来的什么老朋友？轰出去！是。这是前朝飞钱行的红木令啊！难道大堂来那个小孩儿？喂，爷爷，我林鹤。刚才云宝楼来了一个小孩，拿了一个前朝红木令，自称是您的老朋友。老朋友？小孩？他叫什么名字啊？叫李东云，对。李东云？爷爷，照片我给您发过去了，您看看是真是假？真的是红木令？难道他真的回来了？爷，当年要不是您信忠于我，将那些稀世珍宝托付于我，变卖周转，我林宝绝不可能在这乱世中保住根基，更别说重建飞钱行了。爷，我打算把飞钱行更名为云宝楼，这云字呀，取自于您的名讳，大有青云之上之势啊！爷，我林宝将永远效忠于您，世世代代为您马首是瞻。爷，这个红木令牌，请您务必收下。这些身外之物，我要了也无用。爷，此令牌可是我云宝楼的最高权力啊！从今往后，
只要爷您持有此令牌，孙儿我以及后世子孙，定当鼎力相助。臭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他可是我林家的爷，你现在马上把他伺候好了。不管他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哪怕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满足他。我可警告你，你要是敢得罪他，我亲自打断你的腿。啊？哦，我知道了，爷爷，我现在去办。来人，备车，立刻送我去云宝楼。还真有两下啊！怪不得敢和我林文杰抢女人。我吗？妈的，人呢？都他妈死哪儿去了？云宝楼养你们是吃干饭的吗？你们干什么？明明是他先动手打的人。小子，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们林少可是云宝楼董事长的重孙，敢动我们林少，活腻了是吧？还他妈发什么呆呀？啊！给我上啊！今天谁能先把他一条腿打断，老子赏他100万！给我上！住手，林文杰，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你不要牵扯无辜的人。哟，这就心疼上了啊！我告诉你们，你们两个今天谁也别想站着，走出这云宝楼！灵宝就是这么管教后辈的。你这小屁孩儿，个儿不高，话还挺密啊！啊，你算哪根葱啊？敢直呼我太爷爷的名讳？他可是你太爷爷的朋友。朋友？啊？你知道我太爷爷多大了吗？那都快100岁了，能和这个小豆丁是朋友？这还没我腿高呢吧？啊！雪岩，你找机会带我太爷爷先走，我拦住他。你错了，灵宝不过是我当年顺手提携的一个手下，他还不配成为我的朋友。妈的，老子实在受不了了！今天我就替我太爷爷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小屁孩！妈的！住手！小叔，您怎么来了？这小犊子在这大放厥词，还想攀扯太爷爷，我替咱们云宝楼好好教训一下他。云也好。小叔，你老糊涂了吧？啊，这就是个小屁孩，你还叫他云爷？再敢对云爷不敬，我扒了你的舌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滚出去！这怎么回事？谁干的？小叔，是他！我现在就替咱们云宝楼好好教训一下他。小叔，你怎么又打我？你什么德行？我不清楚啊！混蛋！你就是灵宝的孙子？是，我爷爷叮嘱过我要好生招待你，要不咱们移步2楼雅间儿，我存了些前朝的百年毛峰啊。喝茶就不必了，我今天来就是带我这位曾孙来取点零花钱用。这位是您的曾孙？云爷，晚辈准备不周，这卡里头有3000万，一点小小的心意。3000万一个的小心意。走吧，回家。什么老朋友啊，张口闭口胡编乱造，我看就是来要钱的。爷爷，您怎么来了？云爷呢？你说那小孩儿，我拿了3000万把他打发走了。走了？啊！你个混蛋，我打死你！我爷爷别打了，跪下！啊！跪下！爷爷您别生气，当心身子啊！我们林家都要毁在你的手上了，我还要身体有什么用啊？你知不知道云宝楼地下密室那些古董
都是云爷借给我们聚人气的，那可是我们林家东山再起的根基呀！爷爷，就那些古董，现在市值最多几十个亿，咱大不了多给他几倍钱，难道非得把整个林家绑到他身上，当他一辈子手下呀？哎呀，你懂个屁呀！你以为云爷就那点能力吗？只要我们乖乖的当好云爷的马前卒，别说我们这一代了，就算后世子孙几百代，那也是代代富贵呀！几百代？爷爷，这也太夸张了吧！他吃唐僧肉了，他再怎么厉害，也不能长生不老啊！闭嘴！备车，带上我们林家所有的资产，我带你去跪见云爷，乖乖的向他赔罪。所有资产？爷爷，那不等于把整个林家都拱手送出去了吗？你想让我们林家彻底完蛋吗？快去，照我说的去做。哇！学姐，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别墅啊？平时是有点空，现在你们来了，正好热闹点。反正房间多，你们随便住，不收房租。学姐，你还留着这照片呢？当然留着。想当年，你可是我们系的传奇人物，常年霸榜第一，拿奖拿到手软，就连我们系那个眼高于顶的导师都对你赞不绝口呢。那又能怎么样？毕了业我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光有成绩没用，没有人脉和资源，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着，最后只能回老家种地。嗨，这人生路还长着呢，谁能说得准以后到底怎么样？说不定啊，你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到时候可别忘了学姐我就行。哎呀，看不得，这里空气太闷了，我出去散散步，晚点再回来。不是。谁？小朋友，亏人练功是大忌，念你年幼，速速离开。百家拳本是我所创，何来窥视？我宋氏百家拳乃宗师宋子峰所创，已过100年，你才几岁？小孩快回家吧，小心拳风伤着你。小朋友，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呢。继续练，不必理会。你们的拳练错了。大胆！这可是我宋氏百家拳法，岂容你胡乱指点？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代代相传，也会有出错的时候。你们要是不信，按一下胸口的膻中穴，看看是否有痛感。宋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可是交了几十万的学费呢。就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慌什么？习武之人就要忍耐常人所不能忍耐的痛苦。你们宋家人是不是比常人衰老更快？你怎么知道？你不是说练百家拳可以青春永驻的吗？是啊，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就是必须给我们个说法，给个说清楚。也罢，相逢即是缘。今天我就再传百家拳，能学多少是你们的造化了。感觉我精神气爽，年轻不少啊！哎呀，
浑身舒畅。是啊，刺痛感也没有了。我竟破境了！长期修炼，或可摆脱早衰的宿命。小孩不，敢问先生名号？李东云。您是祖师爷？您是祖师爷？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宋家开派祖师宋子峰，曾有一位授业恩师，就连我宋家赖以立身的百家拳根基，据说也是源自那位恩师的指点。但这也是300年前的旧事了，他这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诸位，宋某有急事，先行一步。怎么走了？怎么回事？怎么跑了呀？他诸位，我厉某家中也有事，我也先走了啊。爸，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我今天下午遇到一个小孩，他不仅指出我们百家拳的缺陷，还当场演示了正本清源之法。我只是跟着练了一遍，困顿多年的境界竟突破了。孩童修补拳法缺陷，你确定？千真万确，而且他说他叫李东云，还自称是宋子峰的师傅。他亲口说的？是啊。你稍等。先祖宋子峰就是那位被尊为万拳祖师最疼爱的弟子，他们曾经有一张照片，代代相传，到我手中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没错，就是他。我今天下午看见的就是他。虽然照片比较模糊，这个眼神我忘不了啊。难道真的是他回来了？帮我查一个人，照片发你邮箱里了，叫李东云，我要他的全部资料。收到，马上查。警告！警告！触及大厦最高机密，数据查询行为没记录，自动使用全频道信号屏蔽及物理隔离程序。怎么回事？我的电脑好像没信号了。我的也是，所有对外通讯全都中断了。我的也是。所有人待在原地，停止一切搜索，未经许可，不得离开这间屋子半步。郑局，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回来了。谁？立即调集局内所有特级行动人员，配备最高规格装备，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他，不惜一切代价，必须保证他的安全。是。李寻，你太爷爷出去散步好久了吧？怎么还没回来？好像确实有点久了，我去看看。这是要去哪儿啊？问过我的意见了吗？啊？林文杰，你怎么进来的？当然是你那亲爱的奶奶给我的钥匙啊。她老人家呀，可是希望咱俩早点生米做成熟饭，她也好早点抱上重孙子。你做梦！江家现在什么处境你不知道吗？你一个女人，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匍匐在我林文杰脚下，祈求我的庇佑，这才是你该做的。你放开他！小子，看清楚，
这是我特意找来的高手，宋氏百家拳的正宗传人。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想在他手下活命，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林少，这小子就是个普通人，下盘虚浮，根本没有练过武。那就奇怪了，之前在云宝楼把我打飞出去的不是你吗？那个小屁孩呢？赶快让他滚出来！林文杰，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别碰李寻。好啊，那老子今天就给他这个机会，你来和我单独打一场，要是你赢了，我今天就放过他。好。不好，我的乖孙！废物！看来在云宝楼动手的真的不是你啊！啊！求求你，别打了！我跟你走，我什么都答应你。妈的，就这么个垃圾废物，也值得你这样对他死心塌地？老子哪点比不上他？放开他！很好，你给老子睁大眼睛看着，老子是怎么让你的女人听话的？李文杰，还能动？送你上路！嘿，少爷！孩子，回来晚了。太爷呀，你带着雪燕先走，我拦住他们。我好像不疼了。放心，有你太爷爷在，没人能动你。小屁孩，别玩阴的，有本事你让这个废物自己跟我打。你刚才说谁是废物？我说他一个穷酸小子，也配跟江雪岩站一起？确认无误，李先生就是档案记载中的反同者，这是国家最高机密，请您务必保护好李先生的安全。我们的人马上就到。明白。老爷，不好了！刚接到消息，林家的林文杰带着一批人去了碧苑别墅66号。66号，那不是李先生的住所吗？好大的胆子！所有人紧急集合，跟我去碧苑别墅66号。在这碧苑别墅，林家人敢动我们的人。啊！是他！还愣着干嘛呀？把他给我拿下！我要把他的手和脚一根一根的全都敲断！小屁孩，空有一身蛮力可没有用。我这风云掌讲究的是以柔克刚，专破横练。刚才是我大意，现在，风云掌，你是林荣的传人？没想到你个小屁孩居然知道我们风云掌的开派宗师林荣先生的大名，得罪了我们林少，我可不会因为你是个小孩就对你手下留情。林荣那小子天资不算顶尖，却能从我早年一套粗浅拳法中另辟蹊径，悟出这刚柔并济的风云掌，也称得上是天降奇才了。他创此掌法本意是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奈何他的后人却摧眉折腰，侍奉这等纨绔权贵。林荣要是知道，怕是气得要从棺材板里跳出来，狠狠抽你几个大嘴巴子。
大胆，竟敢亵渎开派宗师！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不，你他妈能不能看准了再打呀？啊，这要是打到本少爷身上，那我还不得亲一块死一块的？对不住，少爷，我没控制好，下次注意。还有下次啊！小杂种，刚才这掌看到了吧？如果打在你这小身板上，不得东一块西一块的。风云掌重义不重利，没想到玲珑悟出了这门还算不错的掌法，传到你手里，竟被糟蹋成这般模样，沦为恃强凌弱的工具。今天我就带你那不成器的祖师玲珑好好管教一下你这个败坏门风的东西。狂妄！哼！找死！哼！我去！掌风雷若涣散，下盘虚浮，招式漏洞百出。这风云掌的精髓，你连1成都未学到，真是给玲珑丢脸。你到底是什么人？武术界可从来没有你这号人物。习武先习德，修道先修心。你这身风云掌的本事，我就替玲珑废了他。太爷呀，你这么厉害啊，你也教教我呗。拳脚功夫终究是断体之路，要学咱们就学修仙，内家真气方可制敌。好，我就说呢，你怎么敢动我的女人？原来是后面有个武术大师在给你撑腰啊。可那又怎么样啊？你觉得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来人！啊！小屁孩儿，这时代变了，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啊，7步之外枪快，7步之内枪啊又准又快。我倒要看看你们拿什么跟我斗！林文杰，你疯了！私自藏匿枪支是触犯国家法律的。太爷，咱们快走吧，那可是枪，咱们斗不过。走？你们往哪儿走啊？谁都走不了。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都射成筛子！我看谁敢动他！我看谁敢动他！厉老，他竟然来了。学姐，他是谁啊？这可是京城的一把手，虽说已经退休，但在京城他可是一呼百应的。林文杰，你好大的胆子，私闯民宅还非法持枪，真当我这前任京城市长死了不成？厉老，您刚才也说了，您呢是前任市长，我不管您以前有多么的风光，但是今天这是我林家的家事，您还管不着。我跟林宝好歹也有个30、50年的交情，我劝你现在带着你的人滚，李先生不是你能招惹的。臭小子，你敢打我！你个老不死的，不好好在家安享晚年，跑到我这儿来耀武扬威！我告诉你，老子可是寻宝楼的公子，我就是整个京城的天！你他妈再敢管我，你信不信啊？老子一枪毙了你啊！我今天就是要毙了他，我倒要看看谁能管我！敢在上将面前舞刀弄枪！我们只是退休，不是死了。行政要员、银行行长、军队上将，这些都是来帮我们撑腰的。这平时我花钱都见不到的人，今天竟然全来了，难不成是你太爷爷叫来的？你们终于来了。李文杰，
这里是京城，你竟敢无视法律，想进去吃牢饭吗？哼，还敢私藏枪支，还不赶紧滚！妈的，一群孬种！哎，各位大佬，咱们都是京城人，你们呢，与我云宝楼都是一家人，今天就非要跟我过不去吗？李先生是国家的人，你敢动他，就算是林宝来了也保不住你。私藏枪支可是重罪，林宝纵使富可敌国，也保不住你。好，我走，我就不信他们能在这个地方窝一辈子。等他们出去了，我倒要看看你们的手还伸不伸得这么长。哼，你可以试试。走着瞧。站住！我让你走了吗？快，用直升飞机送我去见云爷！敢有半步怠慢，我把你们通通的发配到大西北去治杀！爷爷，你先别着急，我现在联系啊。帮我联系直升飞机。什么？怎么了？这空中管制全程禁飞呀！人要倒霉，处处不顺。妈的，就算是跑着去，也要见云爷，不能差1秒钟。走。怎么，小屁孩，你想拦我？你觉得凭这几个老东西能拦得住我吗？想走可以，打赢他，我就放你离开。我不是，不行啊，太爷爷，我都没练过武，你怎么？你的心上人被人当众欺辱，你就不想为他出一口气？好，我来。太爷子，大点事儿，跟着我的指引来。老子3岁习武，6岁精通风云掌，15岁打遍门内无敌手。你个只会死做题的小镇做题家，也敢跟我打？林维杰从小就有最好的习武资源，请的都是顶尖师傅，李勋硬碰硬根本不是对手，一定会吃亏的。李勋，别打了，我们没必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不知死活，找死！左移3尺，右拳直击他胸口，膻中穴。我这么厉害？好，走。爷爷，是这样，就算云爷当年对你、对整个林家有天大的恩情，那也是多少年的老黄历了。咱们整个林家现在至于这么上赶着吗？你给我记住了，就算是云爷让我们林家为他去死，也不能有半句怠慢。一个小孩能有什么能耐？你说什么？不是，我说爷爷，这云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至于让你这么追随吗？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各方神圣家族大佬，见了他都得矮3分，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爷。那个时候我们林家不过是在乱世中挣扎着求生存的小门小户而已。要是没有云爷，我林家早就没了，岂敢对云爷不敬？可是后来云爷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这么多年呀，他都杳无音讯。有很多人猜测，云爷是不是已经不在了？那他现在以一个孩子的模样回来，难不成这世上还真有返老还童的事儿啊？云爷身上有很多谜，但不是我们该打听的。我们只有好好的做云爷的狗，才能保证我林家代代富贵，屹立不倒。是，爷爷，孙子谨记。可你这个蠢货，自以为用3000万就能把云爷给打发了？爷爷，那你说像云爷这种返老还童的真仙，那岂不是刀枪不入啊？何止！我曾经亲眼看见云爷徒手捏碎子弹，那力量非常人能比。那些自不量力的蠢货，还以为用枪能打死云爷，做梦吧！
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无所非为，你是嫌自己命长了吗？妈的，你敢动我，我爷爷和太爷爷是不会放过你的。正好，回去告诉灵宝，要是还想做我李东云的手下，就带着你一步一叩首来给李寻道歉。我这就去找我太爷爷，把他带来，看你们怎么嚣张。李先生，既然事情已经解决，我们也不便多扰，就先告辞了。各位叔叔伯伯，感谢大伙帮忙。既然你们都是我太爷爷的朋友，不如留下来吃个便饭，就当是我们略表谢意了。不了，小兄弟，我们与李先生也只是一面之缘，谈不上朋友，怎好叨扰啊？今天多谢各位及时赶到，帮我曾孙解围。我李东云谢过了。李先生，您客气了，能为您效劳是我们的荣幸。李先生不必多礼，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感谢李先生抬爱，我们就先离开了。日后若有差遣，只需传个话，我们随叫随到。等一下，厉老、魏老，各位前辈，请等一下，我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忙。林家在京城只手遮天，林文杰回去后肯定会抬出李老爷子来撑腰，就算躲在这别墅里，也未必能护得住李勋他们。你们能不能出手救下李勋？丫头，吉人自有天相，李先生何等人，哪里需要我们这些人来庇佑啊？是啊，厉老，我知道这件事情很让你为难，但只要你们肯出手，我愿意拿出我名下集团50%的股份作为报酬，绝不食言。行了，不必多言，李先生在这里，我们都很放心。告辞。告辞了，告辞。连厉老、魏老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不愿意牵扯进来，我一个女人又能护得住他们多久？林文杰都跟你说了，他要是不说我们还被蒙在鼓里，那李轩是什么身份？一个乡下出来的穷小子，没背景没能耐，你跟着他能什么出息啊？林文杰背靠林家，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你还不清楚吗？爸，行，别说了，你奶奶已经生气了，赶紧给我滚回来，跟林文杰把婚结了，否则弄死那个叫李群的小子。学姐，你怎么来了？我看你自己上药不方便，过来帮你。学姐，你能不能不要嫁给那个林文杰啊？我不嫁给他，难不成嫁给你啊？学姐，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不了你荣华富贵，但我一定会努力，我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好你的。我相信你。既然终究要嫁给一个不爱的人，被家族当作利益交换的工具，不如在这之前称心如意一回。李勋，我走了，原谅我没办法嫁给你。林家权势滔天，云宝楼的根基在京城盘根错节，不是你我能抗衡的。这张卡里有我攒下的积蓄，你带着太爷爷离开京城，找个安稳的地方过日子吧，别再回来，也别再找我。
最后，昨天晚上我很开心，谢谢你，李寻。别学了，你都霸占年级第一多久了，还这么卷？那可不行啊！你这年级第2，天天虎视眈眈的。我要是稍微松懈一点，岂不是让你有机可乘？哎，要不我们在一起吧？这样我就不跟你抢年级第一了，反正都是一家人，谁当都一样。书呆子。怎么了？眼睛红红的。妍妍走了。走？她去哪儿了？不跟我们一起住了？她回去跟林文杰结婚了。她说林家我们惹不起，还让我们赶紧离开京城。嗨，这有啥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去哪儿的？抢亲。李寻和太爷爷这时候应该已经离开京城了，但愿他们平安。雪妍呀，真漂亮，这身嫁衣穿你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可不是嘛，难怪林家少爷对你如此倾心，这换了谁都喜欢啊。人靠衣装，这话没假。你嫁娶林家，就是林家的少夫人，往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奶奶，我不喜欢林文杰，我有喜欢的人。住口！婚姻大事，哪轮得到你自作主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必须听我们的。我喜欢的人叫李寻，他很厉害的，身份和地位那只是时间问题，他不可能一直这样的。那小子一无是处，就是个穷苦人，身边还跟个8岁的孩子，指不定是谁的野种，哪能比得上林家的家底？奶奶，怎么？我说错了吗？等你嫁去林家，林家背后的云宝楼早晚是你的。你等他出名，那你都从黄花闺女熬成黄脸婆了。奶奶，那小孩不是他儿子，他其实是……雪妍，不要在这胡言乱语。爸，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给他们买了机票？要是他们不知死活的来，我就把他们送到林家，就当是我们江家的嫁妆。爸，你不能这样做。雪妍，听你爸的话，林家才是你的好去处，别再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了。怎么回事？老爷，不好了，外面的保安被人打飞了。李家李东云特携曾孙李寻来抢亲。住手！放他们进来，免得被外人瞧见，还说我们江家欺负2个小辈，丢了脸面。妈，雪妍可真行啊！当着林少爷的面，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把我们江家的脸面都丢尽了。就是，人家林家是什么世家呀？那个李寻就是个乡下的穷小子。我看雪妍啊，就是猪油蒙了心。放肆！那什么位置也是你能做的？没事，就是个8岁的小屁孩，错就错了，多大点事儿。奶奶，我是真心想娶雪妍，不管你们提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你满足什么？我们江家要的荣华富贵，你这辈子都争不来。你就别在这说大话了，赶紧带着你那个小屁孩太爷爷滚蛋吧，别耽搁了雪妍跟人家林少爷的婚事。我现在是没什么本事，但我会努力的。只要能娶雪妍，什么苦我都能吃。就凭你，端杯热茶都嫌烫吧，还想娶我们江家的女儿？你再敢说我曾孙一句坏话，这口气就别想顺过来。我也不为难你，你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考虑你的想法。您说。来人，上茶。你只需要端着这杯热茶，等到茶凉了，茶杯还不离手，我就认真考虑你和雪妍的事。妈，这也太为难孩子了。怎么，连
连这点苦都受不了，还想娶我江家的女儿？你如果连这点胆量都没有，现在就可以回去，以后别再纠缠雪颜。我不能一直躲在太爷爷身后。慢着，你们这是强人所难。没错，我就是强人所难。要是不愿意，现在就转身离开，没人拦着你们。识相的就赶紧走，别待会儿自取其辱。你一个穷小子，还想娶我们江家的姑娘？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啊！我李家后人，配不配，轮不到你们说了算。配呀，让我来，我要靠我自己。既然来到了我们江家，就得按照我们江家的规矩行事。且不说你们动手打伤了我们江家的保安，就拿你们空手抢亲这件事，我就不可能轻易放过你们。妈说的对，想娶我们家雪颜，那就得付出点代价。我看他呀，连3分钟都坚持不住，到最后还不是得灰溜溜的滚蛋。来人，茶要凉了，再加点热水。你这是什么意思？可得凉，要是掉到地上，就立刻滚出江家，永远别再纠缠雪颜。这什么时候过去的？对呀，刚才还在椅子上呢，怎么一下子就到这儿了？先礼后兵，礼我们已经给了，你们江家如此不识抬举，也别怪我不留情面了。李老，李先生现在人在何处啊？他带着他的曾孙李寻去江家提亲了。提亲？李先生为何突然？对方是什么人家？江家的千金江雪颜，那姑娘跟李寻是旧识。今天江雪颜被家族逼回去，准备嫁给林家的林文杰。李先生和李寻这是去抢亲了。江家，据我所知，似乎并非顶尖门阀。没错，江家是靠拍卖行发家的，这些年生意做得还行，但也只能算是京城的2流世家。攀上林家，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高攀了。一个2流世家，哼，他江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捧着金饭碗要饭，还要把真神往外赶。这话什么意思？李先生除了武功深不可测，难道还有别的更惊人的来历？李老，你我是多年旧识，今日所言，出我之口，入你之耳，绝不可外传，否则你我都担待不起。明白。李先生极有可能是一位真正经历了漫长岁月，通过玄妙法门反同的真仙。反同真仙？郑万海，你不是在开玩笑？这世上怎么可能真的有修仙者？这违背了一切科学常识。但李先生随手便修复宋氏100年拳法缺陷，弹指间令修炼者破境，这是你亲眼所见。那岂不是活了上千年？档案记载模糊，但有线索表明，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它是行走的活历史，是超越我们认知范畴的存在。记住，保密。郑特使，你们一路辛苦了，我这正好得到了一份极品的雨前龙井，我这就去给您泡上，咱们边喝边等江家那边的消息。有劳李老。儿子，你听着，现在去把祖传千年沉香串珠取出来，送给江家。就说恭贺江家觅得佳婿。江家，老爷子，
你没搞错吧？一个二流世家嫁个女儿而已。这传家宝级别的珠子，他们也配？江家当然不配，但是江家的女婿是绰绰有余的配。现在恐怕连京城最顶尖的那几位都抢着赶往江家送礼呢。这份机缘要是错过了，我他妈要你好看！是，我这就去办。老爷子，不过这江家的女婿叫什么？他叫……喂，爸。李俊，我刚刚对你说了什么？你肯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谋私利？谁给你的胆子？郑万海，话别说的那么难听，这是天大的机缘，返老还童，修得真仙，与天同寿，逆转生死。你敢说你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念头想从他那儿得到点什么吗？你敢说吗？冥顽不灵，把他带走。是。仅仅是一个名号，就让身居高位的人瞬间失智。要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李先生的存在，那将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灾难。来人，备车，立刻去江家。先礼后兵，礼我们已经给了。你们江家如此不识抬举，也别怪我不留情面了。想在我们江家动武？我们江家是靠拍卖场发家的，过手的古董件件价值连城，没点绝对的实力，怎么护得住这些宝贝？况且婚姻本就该门当户对，要想娶我们江家的女儿，连这点考验都不敢接，往后怎么护着雪颜？如何配得上我们江家？我接。好，够爽快。我的考验很简单，打赢了留下，打输了滚蛋。李轩，你太自不量力了。我妈挑选的人，岂是你这穷小子能对付得了的？你还是趁早认输滚蛋吧，别到时候被打得鼻青脸肿，丢人现眼。我从来没学过拳，怎么可能打得过专门挑选的对手？可我不能退缩，雪颜还在等着我，我必须拼一把。阿虎，上。李寻，这阿虎可是我们江家的护院教头，拳脚练了20多年，这平常3-5个人根本近不了身，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像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就应该让阿虎狠狠教训他一顿，让他知道我们江家的厉害。小子，识相的话赶紧滚，免得我动手伤了你，到时候你连哭都没地方哭。我不管，雪颜不想嫁林文杰，我要想带她走，就必须过这关。就你这细胳膊细腿，我一拳就能把你干死家。他若是断了一根手指，我就废你一条胳膊。小屁孩，少吓唬我，我可是江家的护院教头。虚张声势，擂台上生死各安天命。这小子居然躲开了，就这点本事还想娶江大小姐，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这点力气给我挠痒都不够。怎么样？不行就认输吧，别硬撑了。再来！小子有种，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撑多久。今天我非把你打趴下不可！凝神，凝神！
拳要沉肩坠肘。你这胳膊软得像面条，怎么制敌啊？太爷，我实在学不会啊。那我以后碰见的对手比我壮很多，我根本就没辙。以弱胜强，从不是硬拼。对方力量比你大数倍，就避其锋芒，攻其软肋，用巧劲儿卸力，再找准时机反击。记住了。废物东西，连个毛头小子都打不过，还敢称什么教头？给我下去！我的考验算过关了吗？哼，并不算。你们这是言而无信。我可没说过，他只需要打过阿虎就行。况且这是我江家的地盘，规矩自然由我江家来定。我说不过，就是不过。江家仗势欺人，言而无信，我势必会讨回这份公道。天宇，上！是。小子，我7岁就在江家海山派习武。我们海山派一手为拳，一手化掌，攻守兼备。你这个不习武的毛头小子，在我手上过不了3招。学艺不精，也敢出来丢人现眼？你这小子懂什么？在这胡说八道！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呀！呀！哼，如此杂乱无章的步子也敢主动出击？呀！嘿嘿嘿，就这点三脚猫功夫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步伐太乱，毫无章法，这样下去必输无疑。下盘如此不稳，怎么个么打？不管是练拳还是练掌，下盘稳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左脚为根，右脚为轮，沉肩坠肘，步随心动，九转连环，风风步走。什么？这是？传闻万拳宗师有一门步法，使用时会引动风云变幻，名为九转风游步。难道这就是？不可能！这门功法已经失传了几10年了，除非万拳宗师是你亲戚亲自教授给你，否则你怎么可能会？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真本事！江奶奶，你说的考验我都做到了。做到了又如何？我们江家的女儿绝不可能嫁给你一个李家的穷小子。你之前说只要我通过考验就考虑婚事，这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放肆！你一个外人竟敢这么说我母亲，简直无礼！江老太太，你屡次反悔，这难道就是你们江家的家风？住嘴！我们江家家风淳朴，怎么能被你坏了规矩？家风淳朴，哼！如今言而无信的人也好意思说家风淳朴？我看你们真是辱没了江梦柔当年打下的江家名声。你个小屁孩，竟然敢提我们老祖宗的名字！当年若不是我指点江梦柔几招，她连立足的资本都没有，何来今日的江家？黄口小儿，
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们江家的事轮不到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雪颜与林家的婚事早已定下婚约，除非林家主动退婚，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但是估计你们没有那个本事。灵宝若是知道我要见他，他得削平了门槛，恭恭敬敬地请我进门。是谁这么大口气，敢骑在我林家头上说话？谁这么大胆，敢骑在我林家的头上说话？哟，这两位看着面生啊，是你江家的客人？什么客人？这就是两个不识好歹的神经病，咬了亲家性质了，这就把他们轰出去。等等，你应该就是李寻吧？敢觊觎我林家的儿媳妇儿，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我是来向江家提亲的，我要娶雪颜。这张卡里有3000万，是我准备。这就是我林家的卡，拿着我林家的钱抢我林家的儿媳妇儿，你好大的胆子！哼，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原来连钱都不是自己的，真是可笑！哼，各位，为了表示诚意，我特意从我林家的云宝楼地下室拿了一件镇店之宝。快去叫雪颜，就说是亲家来了，让他出来见客。好，我这就去。灵宝知道你拿我的东西送人吗？哼，这紫珊瑚在我云宝楼已珍藏100年了，你倒是说说，这怎么就成你的了？前朝文帝刚继位时，他亲自登门求我，传下3招权势，奠定大夏国术根基。这紫珊瑚就是献礼，我随手寄存在飞钱行，自然就落到了你们林家手里。一派胡言！文帝乃千古明君，怎么可能对你一个小屁孩低头？这宝物100年间已无人认领，说不定寄存者早已化为灰土了。你少在你脸上贴金！刚才说我江家的先祖是你的世宗，现在又说前朝文帝是你徒弟，我看你是脑子烧坏了吧？赶紧去看看。好，那咱们就打个赌，这紫珊瑚若真是你的，我林家与江家即刻终止婚约，我把这紫珊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若是你弄虚作假，你就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这文帝相赠，东云真仙，这上面真有你名字啊！你叫李东云？如假包换。小屁孩，你吹牛皮都不打草稿。前朝距今已经500年了，文帝早已化为黄土了。你要是当年受赠之人，恐怕是连骨头都烂没了，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娃娃的模样？就是，你这撒谎也不讲点逻辑呀！500年前的人还能活到今天？今天若不把话说清楚，就别想活着走出江家的大门。信不信由你们。灵宝当年亲手接收，你问问他便知。有人吗？快开门！你们找谁啊？请问云爷是不是在府上啊？我们是专程来拜见他老人家的。云爷？哎，哦，是不是李寻啊？他一大早带着那个小孩去江家提亲了。啊？江家有几个女儿？就一个呀，叫江雪颜。你大哥今天早上是不是也到江家去提亲去了？你说紫珊瑚是你送给林家人的？小屁孩，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啊？喂，小贺，什么事儿？大哥，你现在是不是在江家？看没看见一个7、8岁大的小孩？对，这儿是有个小屁孩，又在这大放厥词。怎么了？哎，你可千万别乱动啊！我和爷爷现在就马上到江家。哎呦喂！慢，亲家，什么事儿啊？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家老爷子正亲自动身赶赴江家。林老太爷要亲自来我们江家啊！哎呦，肯定啊，是看中咱们家雪颜呗。咱们江家呀，这次可是攀上高枝了。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哎呦，这……李觉，你怎么亲自来了？听说江家觅得乘龙快婿，今日定亲，我父亲让我特备了份薄礼，聊表祝贺。哈哈，多谢力居上光，能为我家小儿文杰与江家千金之事劳您跑一趟，我林家感激不尽。等等，你刚才说是林文杰与江家千金结婚？正是，犬子林文杰与江家雪颜今日定亲，我家老爷子也正在赶来呢。不对呀，我接到的消息分明是说江家今日女婿是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林文杰算哪根葱也配称大人物？难道消息有误？啊，您可能还不知道，林家林宝老太爷也在来的路上，亲自来为我孙女的婚事长眼。果然是惊动了大人物。李觉，您这什么意思啊？前几日京城全线禁严，市区部分道路封锁，海陆空3线调度让行。我们内部也只是接到了1级警戒的通知，说是有位了不得的人物悄无声息地进了京。我的天哪，这么大动静啊，就为了一个人？不过是睡醒活动些筋骨，才几天功夫就把这京城搅得风声鹤唳。哼，有些人呀，恐怕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等阵仗，只能躲在角落里说酸话。张特使，为确保人员安全，我们建议陪同进入。一会儿你们4个进去，把东西放下，就可以先撤了。张特使，这太危险了，您的身份……今天里面那位才是主角，这么多人进去，阵仗太大，万一引得那位不悦，谁担得起？是。雪颜来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强小姐，好气质啊！雪颜，快给林家人打招呼。李寻，你怎么也来了？我是来娶你的。江雪颜，江雪颜，你当着亲家的面跟这个泥腿子拉拉扯扯，成何体统？有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松开，干嘛过来？雪颜，给林先生赔罪。林伯父安好，不过我不喜欢林文杰，从来都没有。放肆！江雪颜，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林文杰少爷能看上你，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江雪颜，你享受着江家给你带来的荣华富贵，你就要为江家的续存做出牺牲。你想只进不出，做梦！我说了，我只嫁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你，雪颜，江雪颜，我警告你，你生是江家的人，死是江家的鬼，这门亲事由不得你。李寻，我警告你，你松开我女儿的手，马上滚出江家！我也告诉你，如果一个家族需要靠牺牲女人的婚姻才能翻身，那这个家族也没什么本事。你们就是一群趴在女儿身上吸血的蛀虫。雪颜不是货物，我会带她离开。雪颜不想嫁的人，今天谁也不能逼她嫁。离开？你以为是过家家？聘礼我林家给了，宾客我林家请了，面子我林家也给了。你一句轻飘飘的不喜欢，就想把这一切接过去吗？来人！啊！把这2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扔出去！走！还不赶紧滚！有我在，
无人能伤李寻分毫。丫头，你说是留是走？今日有我在，无人可以左右你的选择。我想离开这里。太爷爷，今天咱们本来就是来抢亲的，既然道理说不通，那就打出去。好，这才是我李家的好儿郎。反了！你们两个泥腿子，以为凭点拳脚就能在我江家撒野吗？国安局特使到！大夏国安局特使郑万海携众里登门拜访。哎呀，郑特使，小孙女一场婚事，怎么还劳动国安局的贵客？老夫人言重了，恭喜贵府觅得乘龙快婿，郑某也是奉命前来道贺，理所应当。郑特使，您太客气了。呈上贺礼。此乃前朝镇边大将军佩剑，破军，寓意新人勇武刚毅，辟邪镇宅。第二件，西域进贡极品文房四宝，寓意新人琴瑟和鸣，书香传家。前朝宫内秘制紫金麒麟兽，祥瑞之兆，寓意新人子嗣昌盛，福泽绵长。这些都是前朝宫里的手艺，真的国宝啊！郑特使，这些礼物太贵重了，我林家感激不尽。国安局特使奉命道贺，林宝能有这么大面儿？哎呀，郑特使，实在不好意思，犬子文杰前几日不小心受了些伤，现在正在家中静养啊，他不能亲自向您道谢，否则我必定让他磕头敬茶。家中静养？林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江家今日的乘龙快婿李寻李先生，不就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吗？又冲我来的！大夏国安局局长郑万海拜见李先生。真理好仪容，别丢了我们林家的人。郑特使，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能拜见他呢？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没有开玩笑，也没有认错人。李先生乃是避世修行，历经千年岁月的反同真仙。反同真仙？哎呀，我看你就有问题吧？什么国安局特使？该不会是外面的冒牌货，跑到我们江家来，在这装神弄鬼的吧？你说他是反同真仙，我还说我是玉皇大帝呢。郑特使是吧？我有个问题想当着大伙儿的面跟你再确认一遍。请说。你口口声声说这位李先生是反同真仙，可否有文件说明？没有。好，你在这装你妈呢！好，你在这装你妈呢！接着装，还国安局特使，我看你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厉正明是吧？你父亲厉军当年也算是个人物，识大体，知进退，只可惜养出你这么个蠢货。我就说哪里不对劲，都是骗人的把戏。郑万海，我看你名字都是假的。还有这一堆破烂货，什么前朝将军剑，我看这就是地上淘来的破烂货。混账，这可是国宝，假货而已，砸了又能怎样？来人！这哪有人呢？真是可笑啊！早知道就不让他们先走了。来什么人啊？你找的是群演吧？他们看情况不对，是不是领了盒饭下班了？是不是李家这两个人指使你的？说出来，我可以放你一马。我算是见识了什么是有眼无珠、愚蠢之极。你们断死是自己的后人，得罪的是你们永远无法想象的存在，可悲可叹呐！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把他给我拖出去！李先生，你难道就这么看着吗？灵宝，再不出现，你们林家就等着化成灰吧！是云爷，云爷发火了，快！
小鬼，你嗓门还不小啊！小杂种，你竟敢直呼我家老爷子的名讳！把他给我拖出去！住手！李老太爷，你来了，这里呀有点小麻烦，我们马上就能处理好，绝不会耽误文杰跟雪妍的婚事。老爷子，您终于来了！灵宝，给江家贺喜了！能找这样的乘龙快婿，那可是你们江家百年修来的福啊，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啊！果然，林老太爷是来给林家接近场场面的，还说得如此隆重。哎呀，李老太爷过奖了，过奖了。呵，把东西快拿出来。哎，江老夫人，这是我云宝楼，不是我整个林家目前能调动的所有资产，里边是8000亿的流动资金。我爷爷说了，这是给江小姐的聘礼之一。传我命令，立刻把云宝楼地下密室里的所有奇珍异宝都拿来，我要物归原主。老爷子，那些物品都是无主可任啊，归什么原主呀？闭嘴！灵宝拜谢云爷。灵宝，你这是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了？你是不是忘了什么？灵宝忘带什么？云爷，我可是把林家所有的资产全部带来了。看来你真是忘了。正好，回去告诉灵宝，要是还想做我李东云的手下，就带着你一步一叩首来给李寻道歉。想起来了吗？我的话是让你带着他一步一叩首来给李寻道歉。现在人呢？云爷，云爷，你儿子文杰呢？老爷子，文杰前几天在碧苑别墅受了点伤，现在正在家里养伤呢。混账东西，快带我去找他！老爷子，怎么就这么走了？那8000亿还给不给呀？不是来提前送钱的吗？怎么跑了呀？都怪你，直呼林老太爷的名讳，还说了不吉利的话，定是你冲撞了林老太爷。江家这群白痴，很明显林家要悔婚了。江老太，我突然想起家里煤气没关，先走一步，告辞。李举，都是你们两个丧门星，江家的百年基业全毁在你们手里。那林老爷分明是给太爷爷下跪了，你们能看不见吗？太爷爷，他肯定不是普通人。闭嘴！什么下跪了？那林老太爷是年纪大了，头昏没站住。赶紧去找他，跟他生米煮成熟饭。那嫁谁不是嫁？当你成了当家主母，想要什么没有？我死也不会嫁给林维杰那个人渣。什么熟米馊米，江家就是昏了头了。来人，去家访。你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住手！江雪妍是我江家的女儿，外人有什么资格插手？虽然父母教育子女天经地义，但她是我看上的李家孙媳，在我面前岂容你们放肆？笑话！江雪妍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孙媳了？从今天起，我就是李寻的妻子，李东云的孙媳。孽女，你给我住口！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什么世家名门，你们就是一群趴在老祖宗功劳簿上维持光鲜亮丽外表的一群蛀虫。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江家还有世家贵族统统都跪在我李寻的脚下。想踩在他们头顶上3天就行。3天之后，我会在城东100里外的李家村就职，建立大夏李姓。届时，你们口中的那些所谓的京城大人物，自会趋之若鹜，登门拜贺，而你江家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太爷爷，雪妍，咱们走。你们，国主特使到。江振邦何在？我就是。向人举报，
你江家不顾国主颜面，公然损坏国宝啊！按照市值，你江家需要赔偿9000万，立刻减轻。9000万？那些东西那么值钱吗？国主口谕，这次施以告诫，下次再敢对国主不敬，江家就不复存在了。郑明，我让你把家里那串祖传的千年沉香串珠送去给李寻，你送到了吗？爸，您是不是记错了？江家的那个女婿不是林文杰吗？蠢货，李家算个屁！我要你攀附的是李寻，还有他身边那个8岁的小孩。爸，你怎么了？爸，快叫一声啊！太爷爷，小叔，你们怎么来了？嗨，我就这一点小伤，没什么大事儿。等我能下地了，我就去找江雪岩那个贱人算账。你个畜生！太爷爷，您这是干嘛呀？因为你瞎，因为你蠢，因为你差点毁了我们整个林家。爷爷，别生气，再气坏了身子。这种见血的事儿，孙子来做就好。处理得干净点儿。小叔，你这是要干嘛呀？小叔，爷爷，你在干什么呀？文杰可是你亲孙子呀！我跪也跪了，赫尔手上也沾了血了，就是为了弥补你们父子俩捅出来的天大的窟窿。从今天起，你再也不是我的孙儿，把他给我扔出去！爷爷，太爷爷，您真的是修仙者，活了很久很久。仙人扶我顶，结发受长生。几百年前，我感知大限将至，天劫临头，为了寻求一线生机，我留下一封家书，便独自前往天山绝域，寻找古籍中记载的反同秘术。寻儿能有你，是他的福气。以后有你这丫头掌家，就算我离开，也能放心了。离开？太爷，你要去哪儿？返老还童看似逆天，实则是束缚。沧海桑田，王朝更替，初时觉得精彩，久了便觉这人间甚是无趣，反倒是寻常人的一生，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那才叫有滋有味儿。门口好像有人来了。李雪，你当初不是说3天就让我们江家高攀不上？哼，现在3天已过，除了我们，还有谁来过你这狗窝呢？我记得我说过，江家一个2流世家，不配进我李家的门。雪岩，李寻他就是个小人，背地里举报我们损坏国宝，导致我们江家赔付了近90%的家产。这种人配不上你，还是快回来吧。郑特使不止一次提醒过你们，你们就是不听。如今都是你们自作自受，况且从头到尾我从来没有举报过你们。哼，我看你们啊，就是羡慕我们江家和林家的婚约，还有那个郑特使，他要出现在我面前，我非得讨个说法。我看是谁要找我讨说法？大夏国安特使郑万海奉国主之命，携国库精选999件重宝前来道贺，恭祝李先生重立门户，福泽绵长。上古名剑赤霄，今奉于先生案前，以示煌煌天威。时传之昆仑虚秘境图真迹残卷，传说藏有长生之术，今献于先生座下，以示清赏。天外混沌星髓，万载难逢，运造化之机，可助不世之神器。这怎么可能啊！赠李先生聊表心意，国主特令在下转告，其余996件重宝已转至西山脚下，
将专门为先生建造一座李氏博物圣院，用以陈列所有贺礼，永世供奉，供后人瞻仰李先生之荣志。啊，这样子，国主有心了。岁月匆匆，弹指千年，连你也不复昔日光亮了。太爷，你认识这把剑？这剑是我造的。什么？这先秦之时，我偶得一块云铁，遂于赤秦山下结庐，化名赤秦子，耗费3年心血铸成此剑，后赠于一刘姓少年。没想到辗转千年，又回到了我手里。我倒是差点忘了，原来你们还都在这儿。来人，把这些狂徒给我抓出去！丽菊早就告诉过我们，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安的特使，你是个冒牌货。对，丽菊是前任京城市长丽君的儿子，他会不认识你吗？既然你们这么想见厉局长，那我就把厉正明带上来。李轩先生，江小姐，这个是我们家祖传的1000年沉香串珠，聊表寸心，恳请您收下。厉局，这礼物太贵了，无功不受禄，您还是先收事儿吧。李轩先生，您明鉴，我确有事相求。家父厉军因一时糊涂，泄露了李先生的行踪机密，现在被国安局控制，恳请李先生能出手，放了家父。屁大点事儿也值得关人，放了。是，我马上安排。谢真仙，谢李先生。你这要不是你们江家眼皮子浅，非得逼着女儿嫁给林家，怎么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也差点铸成大错，这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京城商会携37处产业地契，市值逾500亿，愿献于李氏，从族之列，永沐荣光。岭南宋氏奉祖传百草经残卷，求为李氏外从，世代供奉。昆仑炼器士一脉，现1000年何首乌一对。太爷，这你媳妇儿当家，问他。诸位贵客远道而来，此乃李家之幸。主母贤德，李氏之福。翠奴灵宝前来向云爷负荆请罪。翠奴灵宝前来向云爷负荆请罪。云爷，这里面是林文杰的头颅，他有眼无珠，冒犯了云爷，罪该万死，请云爷降罪。哦，林文杰真的死了？扔了吧。灵宝斗胆，叩请云爷再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我林家世世代代做李家的奴仆，鞍前马后啊！现在当家的是玄儿，你问他。李家家主，求您给我们留一个生的机会吧！哦，献上这张卡，卡里有8000亿，是林家所有的资产。全当孝敬家主新婚大礼。另外，在大夏东面的东瀛岛，早年便是我林家的私产，岛上的温泉正好适合度蜜月，也一并奉上啊！妈，雪颜，是奶奶看走眼了，我糊涂啊！这些富贵啊，原本也应该有咱们一份的。哎呀，是啊，雪颜。都是爸的错，爸跟你承认错误，归根结底你是江家的，一个笔写不出2个江字啊！你帮衬娘家，你就让李家给我们江家一点好处，好不好？我与江家早就两清了。老公，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没收江家所有家产，资助山区，江家所有人发配大西北，种树防沙。带走！雪颜，不要！雪颜，雪颜，救我！雪颜。
李先生，此人亦对您和李寻不利，幸得属下在村外布下天罗地网，专候此等狂徒。你个孽障啊！云爷已经开恩宽恕我们林家了，你居然还敢带人进来行凶，是巴不得我们林家人全都死绝吗？我不相信你再快得过枪，老子今天就送你去见阎王。你可以试试。怪物，真是怪物！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云爷他不是凡人，他是仙人。若不是云爷宽宏大量，你早就被剁成肉酱了。李先生，郑万海斗胆，愿辞去国安局一切职务，只求跟随李先生，哪怕端茶倒水、洒扫庭院也心甘情愿，只求能日日沐浴仙气，沾一份延年益寿的福泽。你可知这世间几百年前，尚有山川灵气可供修行，可历经数朝战乱，生灵涂炭，那点微末仙气早已消散殆尽，哪还有什么仙气可惜？不过延年益寿未必非要修仙。这是我早年游历天下时集百家之长创出的一套拳法，名为四季长生功，不修内气，不练神通，只强筋骨，养气血，每日练习可强身健体，百毒不侵。谢李先生赐法，万海必将此法广传天下，让更多人得享长生之福。太爷爷，你要走了？人间事已了，我也该去寻自己的路了。玄儿、江丫头，你们很好，李家有你们，我放心了。太爷爷，那我以后遇到困难了，我该怎么找您啊？遇事不决，可问春风。春风不语，即随本心。恭送真仙。